这组对决，请大屏幕为我们展示要出场的是哪2位朋友？开场就是强对决。 还挺期待的，他们2个人 PK 就有一种宿命般的对决，就是想从去年一直打到今年。挑战嘻哈的朋友可以站在他的身后。哇！对于输这事儿我已经有经验了啊，所以今年想再比一次。像我这种好战分子，肯定选辛博。整体感觉他更加的成熟了，今年能感觉到他对自己的。 去年发生的很多事儿，有了很多新的理解和认识。我们俩，我感觉就是让我回到读书那个时候，就可能2个人在不一样的班，反倒很希望能够跟他有一个机会一起考一场试，然后我们用这个成绩来给自己一个答案。喜欢赢，哈哈哈。哦，欣然接受你的挑战，勃然大怒，打完干饭。那第1位要出战的朋友就是喜丹舞台上一直以勇猛著称的这位朋友勾拳。 战过魔王，哎，第2次挑战嘻哈，不得不说啊，发现强者的眼睛，欢迎辛博。嗨，大家好，我是辛博。刚刚庞博老师也说了，去年就是我跟嘻哈啊，上一轮我是挑战的付航，输得很惨，但是我会精神胜利。付航虽然票比我高，但我比他白呀。比他拟人。告诉自己不要在意1次2次的结果，慢慢来，用智商打败他。我管这个方法叫徐制胜。生活里我也比较爱比，喝啤酒，我必须喝的最多。 还得去洗手间的次数最少，如此甚好。为了比，我甚至会虚空锁敌。坐飞机起飞前，旁边的外国老头用手机看法国阅兵。在中国领土，你看法国阅兵，我得赢他。 问 AI， 2战法国多少天投的降？此为1胜。我想了解一下滑铁卢战役，此为2胜。洗手间他去了2次，我1次没去，此为4胜。 去他个零！我心想，老头你绷住啊，这是我替都德给你上的最后一课。然后他就开始看世界杯，留给中国球迷的时间太多了。我默默地戴上了耳机。 他手机外放没有素质，我完胜。社交媒体整天逼着我们比，你看演专场，比不过内容就开始卷伴手礼，谁的伴手礼比谁的好。我要是想赢，就只能是大家买我280的票，伴手礼我送大家480童漠男的票。找不到王医生，可以先来找我王护士，我帮你们挂个号。总比也会很累，偶尔我也需要歇歇。我有一个不比的地方，就是桑拿房。我是个东北人，
蒸桑拿我是童子功，没有对手，没必要比，因为我稳赢，永远都是我最先进去，最后出来。以后人类登陆火星，你们还得穿防护服，我带个手牌就能上。马斯克站在门口，男宾一位，关键寓意也好，进去了就能红。出了汗不冲还能热搜。但就在半个月前，我被一个桑拿大拿下了，给我征服了。墙上的温度计显示68度，我蒸了15分钟，5分熟。进来个洋人，进来第一件事他就把手中的矿泉水拧开，浇在了沸石上。嫌温度低，他挑战我。我争的是气，我也得争一口气。我相信汗水不会白流，每一滴都是为国争光。而且我东北人，喜剧能输，洗浴我还能输。坐在旁边跟我打招呼说 How are you？ 我捂着嘴跟他说 Fine, thank you。我都没说 and you。说话烫嘴，汗流如注啊，都快干了，想喝水，渴，但我得等他先喝。他终于拧开了瓶盖，我倒了一口在嘴里，他又把水浇在了沸石上，我一口水也喷在了沸石上，但其实我偷偷咽了一小口。74度，我闻到一股淡淡的肉香，要糊了。商纣王当年刨涝之刑不过如此吧？我在这比啥呢？比干。我也想把我的心挖出来看看，是不是上面刻着爱比赢？但我得忍着，要热哭了，但我得忍着，因为如果眼泪滴到了沸石上，决定以后再也不吃葡萄干了。只有我知道葡萄经历过什么。对着桑拿房的玻璃门，我的脑袋上开始冒白烟，我物化男性了。任何一个按摩师傅看见当时的我，都说不出那5个字儿：你湿气重啊！得精神胜利了，我南宁他，身材比我好，此为一败。体毛也旺盛，让了我一套保暖内衣。此为2败，关键老哥还把地下所有人留下的瓶子一一捡起来丢在垃圾桶里，素质还比我高。完败，要窒息了，我要出去，我要回家，我想我妈。你就站起来那一下，坐久了，起来猛了，头晕目眩，咣跪地下了。我说这一败。一败天地，他居然还过来扶我，一伸手，我赢了。他手臂内侧有个小纹身，他不能考公。临出去我还有半瓶水，我都浇在了沸石上，我要洋人死。他看见了对我说谢谢。出来之后脱水，脱得我整个人都干了，人脆脆。
猛猛喝水，找了个汤匙泡了半天，才发。我脱水浸泡，我是个山体人吧？还向地球发射了太多的水滴。经验就是以后在桑拿房遇到陌生人搭话，记得不要回答。我不怕输，朋友们，但好像除了赢，我们也没有其他的评价体系。长期主义，那其实就是比谁活得长，还是得赢。这套段子得到大家什么评价，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在意，但你就是不能说辛博你太水了。我干了。你们随意，谢谢大家，我是辛博。谢谢辛博，谢谢辛博的表演。喜欢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聊了这么多好胜、爱比，今年比赛的这个有目标吗？要不要实话实说呀？目标肯定是要拿冠军啊！因为我。谢谢，不用。因为从小我就记得一句格言，就是如果你想射中靶心，你的目标瞄得高一点，因为会受到地心引力的作用嘛。所以我从来不掩饰自己对好胜这件事的渴望，它是驱使我不断努力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希望大家都有这个状态。乃文哥，我看第一个就拍了。对，因为我觉得这辛博，我觉得你观察生活的能力其实挺强的。你看，跟刚才那个刘洋的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他是娓娓道来，思维医生然后呢，你的很多的角度跟别人不一样，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我拍就拍在你这个非常人的角度上了，思维2胜，思维1排。然后我这个戴上眼镜，我就很清楚能看见你这个头发的造型，这个智胜的这像不像徐志胜的那个头发？是你故意的吗？其实因为已经戴了发片了，如果不戴发片，跟他几乎是一样的发型。哦，是吗？对。思维3胜，思维智胜。你的文本的每一个谐音梗也好，每个小包袱也好，让我觉得很惊艳。你是我看到的第2场脱口秀的演出，确实不一样，非常棒，非常棒。你应该说，你是我目前以来此生看到过的最好的脱口秀现场。目前是啊，目前是。刚才刘洋是。李老师，我还在呢，老师，我还在这儿。3胜都剩我了，是。其实他就特别稳，我看之前他的那个好多表演也是，他也靠文本的那个对仗的节奏，前面给你埋下来，后边该怎么出，就是特别有底哈，他就是不慌不躁的，慢慢的往外出。而且又是在讲好胜心，其实这个不是那么好找好那个分寸，但是我觉得特别有趣。这个啊，我也比过，就是你说的那个喝完酒不上厕所，桑拿看谁争的时间长，我有同感，真的快死在里面了。就男孩儿，哎呀，这岁数咱说男孩儿，反正就这意思，就是理解精彩。对，反正就男的，就是这个胜负欲还真是在心里，就是从小就有这个种子。都一样。刚才我听辛博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时候，我荡秋千，我一定要比别人荡得久，我一定要比别人荡得高，人都下去了，我还要在上面。就后来开始大回环了，是吧？后来练体操去了啊。但是辛博其实他的舞台上和他私下，我觉得反差还蛮大的。你在台上是一个就挺有攻击性的，但是你又很自信的那种状态，有点狠的感觉。然后那天我看了你的婚礼的 vlog。然后他就跟他太太在说，他说宝贝你那个往里站一点，要不晒到你了。就是跟他在台上跟我们交流什么的那个语气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那一面是很特别的一面，是留给你爱人的一面，就一下子就触动到我了。对，感谢您老师。生活里的朋友了解我知道，其实我本身攻击性没有特别强，甚至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愿意去照顾别人的人。可能到了一个带比赛性质的舞台上，我就是想比想赢，然后我觉得你想赢的人脸上是没有笑容的。
就显得自己就会很严肃啊。但我觉得你这样很帅啊！我觉得想赢有攻击性都不是一件坏事儿。谢谢您，哎。我觉得辛博他这措辞其实特有意思。你看他要说那个蒸桑拿的时候来一外国人，你觉得这是一友人，他说这是个洋人，哇，就是我必须得跟他 PK。但是我觉得您这身上有一个特拧巴一点，在于就是您是一特稳当一人啊，包括自己在舞台上这状态，但你又同时又好胜，那你这事儿怎么平衡？到最后输了，那这怎么办呢？我觉得其实我好胜心主要体现在于我愿意做那些看上去没有那么好的选择。我如果赢了，我肯定会很开心，但产生的所有结果都是我自己能承受的。我就是想这样啊。不管能不能赢，这场比赛一定会非常激烈，一定会硬碰硬。我也不知道一会儿辛博是要接受胜利还是精神胜利。请你来到休息区。好独特的修炼方式啊！难道这就是要成为喜剧之王的男人？不，我是要成为洗浴之王的男人。桑拿界必有我一席之地。洗浴之王桑拿记，没错。第一步就是打磨自己的身体素质，打好底子，你才能争第一。哇，这会儿来不及了吧？你得从小喝皇家美素佳儿才行啊！3重真萃，3D 愈护，守护宝宝强大体质，成长啥都可以。你让我看看。哎，我奶粉给我，快！正上拿，记得有人搭话，不要回答。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辛博的对手一定会给大家很多的期待，也给辛博不少的压力，因为她是这个舞台上行走的女侠。她的统治区除了舞台，还有天空。我们欢迎嘻哈。今年也来了，被勋博选了。去年他也挑战了我，我很喜欢这种坦诚的宣战，很喜欢跟好朋友一起玩一玩。今天来参加节目做造型的时候，化妆师就说：“哎呀，虾姐，看你去年1年都披了头发，我们今天把头发给你扎起来怎么样？”我说不要，大妹，因为当空姐这么多年，我快扎吐了。我现在对扎头发已经 PTSD 了，我甚至 PTSF 披头散发。然后化妆师说：“哎呀，姐，我就想跟你学一下，你们有很多法式的盘法呀，中式的盘法很多。”我说：“妹妹，理解一下，不是我不教，是我被职场捆绑了13年，被乘客喷了13年，头发被皮筋捆绑了13年，被发胶喷了13年。”他说：“姐 ，hold on。”我说：“完全看不出来，你当了52年的空姐。”还在那里算30。我跟大家讲，辞职当天我完全能感觉到，除了我以外，最开心的就是我的头发。我在那儿办辞职手续的时候，走出大门，我感觉我的头发全部立起来，这是飞扬的感觉，就那种。不要怪我这么叛逆啊！确实这么多年我真的受够了。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乘务员扎头发，发际线都快推到背上了。最近世界杯大家有看吧？空中哈兰德。就必须固定到哪种程度，就是碎发也不行，有胎毛也要剃掉，就感觉哪怕我们这个飞机，它是个敞篷飞机，我这么天上顶风飞行，落地了我头发必须纹丝不动，感觉你退休了可以直接这么抠下来，留给下一个空姐，你跟她说端好，这才是铁饭碗。女孩子应该知道，我们为了梳好头发、固定夹子，什么护士行业的、教师行业，大家都应该知道，就会别很多那种黑色的1字发卡，对吧？总可以了吧？没那么简单。在职场上啊，真的总有一些人在最简单的问题上最大化的为难你。他规定要求我们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是头上固定头发的夹子不能超过6个。朋友们，6个夹子，连我腋毛都夹不住。而且飞行前，我们所有乘务员必须经过一个所谓的仪容仪表检查岗，有一个人会拿一支笔在点你头上的夹子。有一次我就被检查到了，我叛逆嘛，我头发梳不好嘛，我就是洗软它，就别了7颗夹子，我就被检查到了，多了一个，7个，直接给我下航班让我去谈话。我一进去，我感觉我犯了好大的错，领导全部在那儿问我，说吧，为什么多了个夹子？
我说啊，哪里呀？不能讲吗？领导说把你夹子从喉咙里抠出来。你在那种情况下，我本来想用幽默的方式化解尴尬嘛，后来失败了。但我实在没招了，不久后我就直接剪了一头短发。我短发空姐飞了很多年，但是又被一位领导说了我一下。他说你本来个子就这么高了，再加上你短头发，会很容易让旅客觉得你有距离感，这样很容易被他们投诉你没有亲和力。哦，高个子短头发亲和力不够，那你以后招你就招矮个子长头发。哎，你就招一群武大郎站在客舱跟旅客这么正式，对吧？什么都不用做，在客舱里面挑着担子把饼发完就可以了。但是行李就只有旅客自己放了。真的，我还跟我们领导 battle 过几句，我说为什么？他给出一个原因，是为了让你们头发梳这么紧，限制头上的钢夹数量，是因为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可能你们头发会掉在旅客的餐盘里。我说实话，你怕我们头发掉，你岗前培训，你第一天就给每一个乘务员发一顶泳帽。哎，我们就往头上这么一套，每一个人都天庭饱满，统一，每个航空公司的 logo 就打在泳帽正中心，对吧？旅客一样呼唤你乘务员来啦。你还觉得不保险的话，你干脆面试的时候你就直接招光头，没有那么多光头，你就给他剃成光头，对吧？你到剃成光头之后，很多问题迎刃而解，你都不用规定我们6个夹子，你剃完光头直接给我们点6个戒疤，就这么2排点上。旅客上来看，其实是2排小字，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一天空姐发一天疯。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开会啊，听公司前辈们聊到以前的规定，说头发梳不好最高可以扣30，开会迟到扣30，扣完100直接滚蛋。我说那怎么办？前辈说你听我说，我们有加分项，朋友们听好了，我们有加分项，我们可以弥补。所有乘务员成功处理1次劫机，加5分。什么概念，朋友们？5分。我要成功处理6次劫机，才能抵我1次披头散发。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有最后1个月我已经扣了30分，马上被开除了，飞行的时候遇到一个劫机犯，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办。我刚刚在那服务，妹妹说姐有个人劫机，我说哪里来了，我可以加分了。我刚要上去跟他搏斗的时候，我的同事弟弟一把拦住我说：“姐，我先打吧，我已经扣了60分了。”我说：“弟弟，我也扣的差不多了，一起打吧。”然后我们在殊死搏斗的过程中，劫机犯一把抓掉了我的泳帽，看到我头上6个戒疤。他说这是，我说和尚撞钟，空姐发疯，出家人不打诳语，只打诳徒，打完收工。说了，最后用尽全力把劫机犯打趴下，加5分。还差25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左算右算，我就像脱口秀主持人一样走到他的面前。请问你是一个人来的吗？旁边5位跟你是什么关系？是一个人来的吧？来，起来，起来，再劫5次。劫机犯在劫难逃，一看打不过，说不劫了，不劫了，不劫了。我刚刚松一口气，他转头就要投诉我说，我要投诉你没有亲和力。我说啊，哪里啊？没有亲和力吗？开玩笑，我这辈子其实都不想通过那样的方式去加分，更不想因为这些畸形的规定去扣分。如果非要选择一种畸形的话，我选择波音747。谢谢大家，嘻哈，拜拜。谢谢嘻哈的表演，喜欢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嘻哈。每次嘻哈演都有一种气血很足的感觉啊！我又得问这个问题了，这是一段真实的经历，是不是？是的，我非常不理解，因为我刚进公司的时候，那个我们的手册还是纸质的，我当时看到劫机只加5分的时候，不是劫机加5分，咱说清楚是制止劫机加5分。好，我们是制止劫机加5分。
不然你夹子掉了。我现在要截6次机，大家冷静，6次啊。对。我为什么说这个规定，是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同事们每天把这些精力放在怎么梳好头发、怎么数夹子上。我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基于安全的运输行业，我们本来就应该基于安全，不要让我的同事再因为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去担惊受怕。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工作上，保障旅客的安全的前提下，再给予大家必要的服务。我很喜欢飞，我希望我的同事们能替我继续平安的飞下去，飞到退休，热爱这个蓝天。谢谢。你刚才的表演非常有感染力。我之前看过你线上的那个，也说的是空姐的。对，从那个像那个吊，对，那个太棒了。怎么了？对，怎么了？就太形象了。还有这个劫机，这个为什么只加5分啊？它是这样，它分数的属性不同啊。制止劫机，它可能是加了公司的大的5分，然后你扣完了，就是我们的行政分又是什么单独的分。其实它最后算下来还是统一的，但是现在OK 多了。现在随着这个民航业的发展，因为我一直在跟他们说，我说我有幸就是参与了民航业发展最快的10年左右，然后规矩也越来越好，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安全员为什么身上有执法记录仪，我刚开始飞的时候都没有的，都是慢慢的我们在客舱里面闹事的越来越多了，以及乘务员受骚扰的越来越多了，他可以1秒钟记录下来这个东西，然后就配备的所有东西都是根据前辈们的经验或者是血和泪换来的。挺棒。所以你看，就是吐槽，我们平时也爱吐槽，但是嘻哈的吐槽就让你喜欢听，就特别有趣，而又那么的有感染力啊！我喜欢你的吐槽，很棒。谢谢。但你有没有发现，他的这个整个脱口秀里边，他的表演成分占得很大。对啊，手舞足蹈啊，他跟我们前面这个辛博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不一样，辛博左右溜达溜达，控制一下节奏，然后再来一句，再来一句，他就有点像机关枪。说这个舞台上的精彩有各种各样的，他上来的时候我就抱着期待。对。上次我记得我说他像是就是洗完衣服抖完了以后根本没拧水，上来啪这么一抖，能抖你一身那种感觉，但是就特爽特脆，也确实是身上有一股侠气，还有一股野劲儿，这不太容易，我觉得是一股新风清风不一样的风。嘻哈好全能啊！其实你说的这些东西其实蛮严肃的，对，但是你用很幽默的方式去把它给表演出来，我觉得你的肢体、你的声音、文本各个方面，你都在给你加分，在塑造，我就觉得好厉害。看着你是一个挺锋利的人，对，我就特别喜欢这种人，就是会觉得很想跟你当朋友。来吧！哎呦，感觉你能保护了全世界的身上有那种能量。我确实是因为被这个扣分的这个头发梳不好，我觉得他们太故意挑刺儿了。包括现在，我那天徒弟还给我发了一个私信，分享给大家听一下。一个旅客2周之后再投诉的他，说他开可乐的时候，在他脑壳旁边开着，他被那个可乐的气冲到了重感冒。哦，真的？对，要去调查，然后各种很麻烦，就很好笑。不，这种还需要再去调查？我也不理解，我说这种还需要去调查？你们把它剪出去，甩到我领导面前，快点！很奇妙。但我觉得我们真的去感谢嘻哈，要是没有嘻哈用这种幽默的方式把他们这些不太合理的规则说出来，可能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或者是我们永远都没办法理解到这边，或者是你像之前你说了很多已经改变了的，就谢谢你一直在说这些东西，很重要。也是谢谢大家有听到，也没有办法走到这个地方来了，因为我觉得可以扣分，但是你比例不应该那么大，你奖惩应该正常嘛。当然我们不是那个真的，如果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话，真的请大家相信所有乘务员都是有信心、有责任、有能力保护大家安全的。我们中国民航也非常安全，谢谢大家。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从这一季开始，我发现只有您换成了这个耳挂，这是一个想法吗？一个巧思？对，方便一些。我总觉得这个我怕话筒甩出去。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以前是即兴演员出身，所以我戴耳麦戴习惯了。我也挺想把我即兴那一面，就刚刚那个内容形象跟单口结合一下，我觉得挺好的，我挺舒服的。因为我们就是觉得，首先说相声穿着大褂有一桌子，有时候这个符号化有点太过于
太刻板。我们有时候也会想把这些东西拿掉，就像您现在这样也挺好的。哎，挺好的呀，拿掉。对，我现在把相声彻底拿掉了，拿掉了一个，太刻板了，保留桌子，放一个空姐的推车在旁边，然后你随时给他拿。他性格真好。台上这个东西，它有时候会变成一种观众识别起来，视觉也好，感受也好，特别清晰的符号。那时间长了，可能表演者自己又想去推陈出新，我觉得都是推动这个东西发展吧，挺好。好，那我们看到嘻哈跟辛博都是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那对决要有个结果，我们请辛博回到舞台中央。现场观众会给出怎样的结果？谁会拿到这一场的第一个晋级名额？请看大屏幕。差不了太多啊，最多也就差10票。我感觉嘻哈赢，不好说。恭喜辛博204票，直接晋级。厉害！嘻哈196票，也非常优秀的成绩。那我们要根据规则，暂时请你前往待定区。好，拜拜拜拜拜拜。休息啦，我来躺沙发啦。我们也恭喜辛博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好胜心持久，我觉得他身上有恒心，持之以恒。好胜心是推动一个人完成一个作品往前走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轮比赛，我觉得应该不下20场。那去年我觉得他也在某些方面上在找寻着自己的突破。你要是这托举别人，你就输给他是最好的托举。哦，原来我在托举你。那去年我也托举过你。哎呀，谢谢你的托举，谢谢你的托，我俩都是彼此的托。托。